挑战100天午餐不重样。第6天，嗨，你好，上期送你的小红花收到了吗？每道菜的小总结放在视频的最后，有需要的记得去视频最后看一下。小时候我妈总是让我帮忙剥蒜，每头蒜里面都会有最小的那几个，然后我就把那些小蒜藏在剥下来的蒜皮里面，偷偷倒掉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这样干过？现在是什么季节呢？可能你们那里还是春天，但我们这里已经34度了，又到了苍蝇蚊子轮班的季节啦。苍蝇白班，蚊子也班。做牛打宝最关键的是去腥，大蒜一定要多给一点。这么大一锅牛杂，你们猜猜多少钱？昨天在超市买的，才花了20。有2只蚊子在打羽毛球，正打着，一只蚊子突然倒地了，另一只蚊子就上前问：咋地了哥们儿？这只蚊子说：拿错拍子了，拿成变蚊拍了。话说一只蚊子嗡跑到了蜘蛛家里面，蜘蛛就问：啥事儿啊？这蚊子说：哎呀，借借你的网呗，今天我们想打网球。为什么蜘蛛经常趴在网上一动不动呢？可能他那儿网卡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家也许是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呢？我希望大家都能走出舒适圈，让我进去。最近解封了，孩子们又要去上学了。我侄女跟我说，真羡慕你们大人啊，每天上班不用起那么早，还不会面临开学的苦恼。我说，你懂个啥呀？将来等你工作了就知道，每个礼拜1上班都像一次开学呀。等你将来当家长了，你就会知道，这孩子每一次上学，你都要起得比他还要早呀。而且你放假在家挺舒服的是吧？但是当家长之后，孩子放假之后，比他上学你还要更累啊。所以不要那么着急长大，长大的过程是疯狂的，就是有一天你会觉得啊，有点累啊，好想睡觉啊，然后你余生以后的日子都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，哪怕你已经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了。年轻的时候还总骗别人我不累，不需要睡觉，现在却希望所有人以为我特别累，想早点睡觉。明明没做什么事儿，为什么那么累呢？仔细想想，好像也做了不少事儿。人这一生当中，不仅要照顾那么多人，还要给那么多电子产品充电，多累呀！我呢，出门不太带现金，我都是带上1张银行卡。如果需要钱的话，我就随时到银行柜台或者 ATM 机取钱。我小女儿也经常陪在我身边。有一天我取完钱，从银行出来，我女儿就跟我说：妈妈，银行还欠我们多少钱呀？啊，不是银行欠我们多少钱的事儿，我们还欠着银行房贷呢。那天跟小女儿走到公园那边的天桥上，上面有个乞丐拿个碗，碗里有1块5块的钱。我们走到他跟前，他就把碗伸到我们面前了嘛。我想了想，犹豫了一下，没给就走了。走远之后，我女儿问我：妈妈，刚才他给你钱，你为啥不要啊？妈妈，蘑菇是长在下雨的地方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他们每一个都打把伞。话说苹果4重137克，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可以对比电子秤。今天买西瓜，我怀疑商家称不准，于是把手机丢到秤上，商家一看，显示了200克，慌忙说：也许是你手机里软件装多了。有一天让儿子去买5斤香蕉回来，结果回来一称只有4斤。
于是我带着儿子到卖香蕉的摊前质问老板：“你怎么能够缺斤短两呢？5斤的香蕉连4斤还不到，你是不是看他是个小孩容易骗啊？”只见老板满脸无辜地说：“我没有缺斤短两啊，你称过你家娃没有啊？是不是他增重了？”带着小女儿去菜市场买菜，转了一圈之后，发现所有的菜都不便宜。正当我打算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菜贩高声的叫卖：“大白菜便宜了，大白菜便宜了，6毛钱1斤，1块钱2斤。”妈妈，这个卖白菜的叔叔不识数，不会算账，咱们就在他这里买吧。不知不觉一顿饭又聊完了，希望苦中作乐的上海可以早日解放，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愿意把降龙18掌跟9阴真经的全部发给你们，愿你们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，让大家都百毒不侵。你愿意每一期都来听我唠嗑吗？